男人一不小心就睡了14年，等他再次醒来，世界早已翻天地覆，女友凌波丽不知所踪，自己则像阶下囚般被禁锢起来。周遭的目光里满是仇恨，就连梅里也表现得异常冷漠，一枚冰冷的自爆项圈扣在他的颈间。昔日同伴的情分荡然无存。就在此刻，尖锐的警报袭来，4架涅墨西斯型人造使徒正在高速逼近。此时，梅里正率领着一支庞大的舰队进行补给，使徒不断掀起着巨型红色光柱，准备将整支舰队连根吞噬，全员进入一级战斗状态。梅里没有半分犹豫，直接下令让舰队强行起飞。明日香则驾驶2号机潜入深海进行点火，每个人都在与死神赛跑。真嗣也想驾驶出号机参战，却被梅里冷冷驳回，丝毫不念及过往的情分。紧接着，使徒突然变换形态，无数触须交织成密不透风的天罗地网，朝着主舰步步紧逼。红色光柱所及之处，战舰瞬间化为灰烬，海面上蒸腾起刺鼻的焦糊味。危急关头，2号机及时完成装备更换，明日香将 AT 立场催至极致，机甲的利刃直接刺开了主引擎的外壳，所有电力开始汇向主舰飞轮，巨大的能量让电缆直接过载爆炸。能量突破临界点的瞬间，明日香完成点火，那如同星辰炸裂般的光芒一下子便照亮了整片赤色的海域。庞大的战舰骤然腾空，钢铁之翼在硝烟中展开，那是承载着神之力的奇迹号。他张开 AT 立场，托举着残余战舰缓缓升空。不料就在此时，海底突然射出使徒触须，径直贯穿奇迹号双翼。梅里的指令没有半分迟疑，倒转舰身，最大航速向上俯冲。奇迹号如同利剑般上升，硬生生将使徒核心从伪装网中连根拔起，紧接着全速左旋，在使徒被惯性甩得晕头转向时骤然制动，所有使徒瞬间撞成一团。下一刻，主炮瞄准，万炮齐发，轰鸣声中，使徒被轰成了漫天碎渣。赤色海面上的危机终于解除，舰队朝着一望无际的红色海洋飞去。梅里这才向真嗣道出真相：出号机已经成为了奇迹号的主引擎，而真嗣与出号机的同步率也降至了0点，再也无法驾驶一了。但那枚自爆项圈却并未取下，如果未来他试图再次觉醒出号机，项圈便会立刻启动。真嗣终于再次见到了明月香，哪怕距离第3次冲击已经过去了14年，可因为伊格的诅咒，他的外表还停留在之前的模样，无法再次生长了。而他心心念念的凌波丽终究还是消失不见了，只剩下这台核动力随身听成了真嗣唯一的念想。